喂，沈露小姐，刚才那句晚安宝贝，声音再软一点，会更像男人。你是谁？周林的未婚夫顾衍之。35岁以下青年企业家顾衍榜首。我不认识您。不认识我没关系，你认识周林就行。我看完了你们全部的聊天记录，很精彩。一个在校女大学生为了钱假扮男人撩我未婚妻，这事儿挺有创意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这个呢？你爸爸上个月的住院费，你可没说不认识他。他查了我爸，周林到底知不知道？还是说你想怎样？明天下午3点，西郊咖啡厅。既然你能扮演他喜欢的人，不如来扮演我喜欢的人。酬劳比周林给的多1个0。你说不会查到我的，你说只是让他看到聊天记录，你说我来处理，然后呢，你连电话都不敢接。他说他看了我们所有聊天记录，我来处理。你别慌，怎么处理？进口药1个疗程3万2，不能走医保。你爸的情况建议尽快。沈璐，你这个月的排班又满了，连着上20天了，你疯了啊！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你失眠。扮演我喜欢的人。沈小姐，顾先生，昨晚您说的是？不急，你给自己取的森林的森，挺文艺的。周林给你的人设是26岁的创业青年，毕业于马首理工，爱好是击剑和品酒。你还真是什么活都敢接。我查过你的背景，沈璐，海城大学金融系大2学生。学业成绩排在专业前5%，辅导员评价特别能扛，特别安静。你接周林这单活，是因为你爸上个月换了新方案，1个疗程2万8，报销30%，剩下的你要自己扛。哦，给你开了5万块，分3次付，先付了2万，对吗？顾先生，既然您都查清楚了，那直接开条件吧。是要我退还周林的钱，还是让我当面道歉，或者报警处理？报警。让你的大学档案里多一条诈骗记录。沈璐，你觉得我想毁了你？不然呢？不然，我可以给你一份新的合约。周林雇你扮演他的网恋男友，目的是让我看到聊天记录，以此为由退婚。这个计划蠢得不算太离谱，但他漏算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根本不在乎他跟谁聊天。顾周两家的联姻是3年前定下的，那时候周林刚满18岁，我对这桩婚约没任何兴趣，退婚是迟早的事。而你的出现，让整件事变得有意思了。有意思？哪里有意思？我看了你跟周林的聊天记录，从头看到尾，刨开那些周林让你刻意加进去的油腻情话，你回复的很多内容其实不像在扮演男人，你在哄他，是真的在哄。他跟你抱怨压力大，你说累了就歇歇，不用非得撑。他跟你说怕被人看不起，你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这些不是台词，是你自己在说话。周林从小在我家长大，养女的身份让他有些自卑，
他喜欢听这种话，所以才一直缠着你聊。这些聊天记录，如果换一个人翻看，只会觉得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在安抚一个缺爱的小姑娘。所以多一个零。昨晚他说比周玲多一个零，5万变50万，今天纸上写的是20万。他昨晚是在试探我值不值得那50万，先给20万，做得好再追加，是把人一步步套牢的节奏。如果你做得好，追加30万，总共50万，分阶段支付。为什么？什么？你完全可以找别的方法退婚，为什么要找上我？因为我需要一个真心哄周玲的人，不是一个只是拿钱办事的工具。你怎么知道我是真心的？因为你把他发给你的自拍存在了手机里，是小周。我检查过你的手机，昨晚那个电话之后，你给周玲发了2条消息，不是通风报信，是告诉他，你在担心他。你监视我。我了解你，这是2回事。如果我拒绝呢？如果你拒绝，我依然会退婚。至于周林，他知道你收钱假扮男人这件事，如果他一个养女，日子不会好过。你可以拒绝我，但你不忍心让他替你扛。周林雇我干这种事确实荒唐，但每次聊天，他说谢谢你听我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是真的。他不是坏人，只是太想逃离被安排的命运，想歪了路。我不忍心让他扛，我需要做什么？签了这份合约，然后跟我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一个朋友开的私人会所。周林今天下午会去那儿喝下午茶，带了一个同学，你需要在现场，以我约会对象的身份。你要让周林当着你的面发现他的网恋男友跟你一起喝咖啡。准确的说，是发现他的未婚夫在跟别的姑娘约会。对了，今天的你很合适，以后都这么穿。装得像一点。你真的确定周林会来？他每周5下午都会来这儿喝下午茶，带了他大学室友，叫许念，是周林唯一交心的朋友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家会所的老板是我的朋友。顾先生，你这么努力研究我，不会就为了退个婚吧？别紧张，笑一下。周林朝这边看了。怎么了？那是你哥。周林，你也在，带朋友来喝茶。这位是沈露，沈露，这是我妹妹周林。你好，叫我小沈就好。你好，顾衍之。周林刚才的表情不像一个想退婚的人看到未婚夫有约会对象的表情，他像是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，哪怕那个东西是他口口声声说不要的。你观察的挺仔细。我打工做家教的时候带过很多小孩，有些人嘴上说讨厌一个玩具，还是会不高兴。沈露，你比他室友还了解他。许念跟他认识2年了，都看不出这一层。许念看得出，只是不敢告诉你。等一下，你跟我哥是什么关系？其实顾先生是我爸的主治医生介绍的，我爸身体不好，顾先生想帮帮我，顺便让我帮他做些年轻人的市场调研。今天是第一次出来谈工作。这样啊，那你觉得我哥这个人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人不坏，只是不太会表达，跟你一样。我跟他才不一样呢。你对林深这个名字有印象吗？按照合约，以后我跟周林所有的聊天都在这部手机上完成，审查。说白了，林深从此多了个幕后编剧，姓顾。问他，男的还是女的？
是女的，跟我哥在一起的一个女的。你不知道，我第一眼看到她就特别不舒服，不是讨厌，就是不舒服。的时候，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她看透了。下午他看我的眼神带着敌意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被看穿了。他怕的原来是这个。先顺着他的话让他倾诉，最后问一句，你是怕他抢走你哥？我不在意他，我巴不得他赶紧结婚，这样就不用管我了。好吧，有一点在意。我是我哥带大的，小时候刚到顾家，我谁都不认识，只有他跟我说话。但我知道他不喜欢这桩婚事，我不喜欢被人安排，他也不喜欢。按理说我们应该是一条战线的，但看到他把别人带在身边，我还是会不舒服。我是不是很自私？告诉他不自私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以为他会利用这个机会让林深引导周林更讨厌那个，好推进退婚计划，但他没有，他让他告诉他不自私。真的吗？林深，你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好。他不知道，他说你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好的时候，是在人说，而那个人正在把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转发给他的未婚夫。睡了吗？没有。今天表现得很好，周林已经开始跟你说真话了，比计划的要快。所以你满意了？为什么觉得是我在满意？这不是你满意的事情吗？我只是在想，如果周林有一天发现我跟林深是同一个人，他会怎么想我？他不会发现。万一呢？你听我说，这件事结束之后，周林会得到他想要的自由，你会得到你需要的钱，我会得到我想要的退婚，没有人会受到伤害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骗他？不是吗？你让我用林深的身份引导他说出对那个女人的敌意，然后你拿着这些聊天记录告诉周家长辈，我未婚妻为了另一个人对我身边的人充满敌意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退婚理由，对不对？沈露，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很多。所以我说对了吗？对了一半。我确实要用这些聊天记录，但不是用来指责周林，是用来保护他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周家长辈不知道周林找人在网上假扮男友吗？你以为他做的那些事儿瞒得过那些老狐狸？他们不动他，是因为他还有用，作为联姻的工具。一旦我主动提出退婚，他们就会把所有责任推到他头上，给他扣上不守婚约的罪名。一个豪门养女被扣上这种帽子，以后在顾家还有立足之地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要让退婚的理由变成我的问题，是我喜欢上别人，是我辜负了周林。这里从头到尾都是无辜的。这些聊天记录不是我用来攻击他的武器，是我准备给他看的证据，证明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林深，他只是太孤岛了，想找个人说话。他看到自己说了什么，就会明白这一点。你从头到尾都在替他铺后路。她是我妹妹，虽然她自己都快忘了。顾衍之，你这个人太复杂了。怎么讲？表面上看，你在利用每一个人，实际上，你谁都护着。沈露，你以为你是例外吗？我在上课。
知道。那你不能下课再发吗？今天摸鱼的时候想起一部老片《深海里的星星》，你看过吗？没有，好看吗？我去搜搜看。林深，你这人真的很奇怪，有时候我觉得你特别懂我，有时候又觉得你像个 AI， 说什么都恰到好处。你跟别的男生不一样。林深不是真的，林深是他斟酌后的每一个字，是顾衍之逐字逐句审核过的脚本。这个不存在的麻省理工男，实际上是一个穷豪门继承人和写的虚构人物。你跟别的男生不一样，因为根本不存在。少说为妙。上车。我要去医院。我送你去。连我课表都知道，查一下我爸病房号也不难。顾衍之，你是不是打算把我24小时都管起来？沈露，我对你24小时干了什么没兴趣，但你在周林面前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个反应，必须在我掌握的范围内。你爸今天换方案，医生会跟你谈后续费用，我可以顺便帮你把账结了。不需要。你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？4200。白蛋白，我不是在施舍你，我只是觉得你分心去算这些账，会影响你在周林面前的发挥。一个连住院费都发愁的人，不可能演好一个无忧无虑的麻省毕业创业男。跟你确认一件事。视频？对，他昨天跟许念说的。许念告诉他，网恋这么久没见过照片，没视频过，不正常。周林被说服了。你不能露脸，但你必须让他看到点什么。那怎么办？我总不能……照片呢？照片怎么办？我找人拍了，一个符合林深人设的年轻男人，侧脸逆光，看不清五官，但轮廓好看。衬衫是周林上次发过的那款同色系，他会注意到这个系。顾衍之，你这个人的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？还行。你知道周林在跟同学聊这些，说明你在许念那儿也有人。这家会所是我朋友开的，许念上周去应聘了那儿的前台。我觉得周林太可怜了。为什么？身边没有一个人是真的。你说的对，但有一件事是真的。什么？他想逃开这一切，是真的。至于用什么方式，他还没想清楚。我们就是在帮他想清楚。你不进去？你爸不需要知道我的存在。去吧，1个小时后我在这儿等你。1个小时不够。那就1个半小时。今天不是周3吗？不上课。下午没课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方案效果不错，再住一阵子就能出院。医院食堂的饭难吃，我想回家炖点汤，你爸不让，说来回跑太累。不用不用，这儿吃挺好，3菜1汤，比咱人伙食强。妈，
我去趟卫生间。52床，沈建3万，卡里余额不够，还剩4200。我以为至少还有2万。周林的前期款加上2个月工资，不对，上个月外公的药费是我打的，那个钱我忘了单独算，那缴3000吧。这个人到底把我查到了什么地步？检查的事先别跟小鹿说，他学业压力大，不能再分心。我知道，这把老骨头扛得住。爸妈，我来了个朋友，在楼下等我。今天先走，周末再来看你们。去吧去吧，好好学习。到的挺准时。全部的财务状况，你连白蛋白多少钱都知道？自己查的，不是通过你的人。这种事不需要你爸的主治医生透露什么，药品价格网上就有。所以呢？你觉得我撑不住了就会求你？我觉得你撑不住也不会求我，这才是问题。如何？给你，不是送你的，是预支，从你最后的尾款里扣，预支10万，用于你爸的治疗。你要做的是把下周那场视频危机平稳度过。周林要求跟林深视频的时候，你要让他觉得不视频也可以，不视频林深也是真的。如果演砸了呢？你不会，因为你比谁都需要。密码是你爸的生日，用之前想清楚。林深照片已备好，周6之前不要主动联系周林，让他先来找你。医生，我想见你，我们视频好不好？按方案 A 执行，不要慌，我在线上。示弱这个确定有用。林深的人设是自信创业男，人设可以微调。周林要的不是完美男友，是一个愿意对他认真的人。林深，我们视频吧。按方案 A， 先用工作的理由拒绝，然后承诺照片。每次都这么说，你是不是其实不想视频？因为正常人不这样啊。你是不是很丑？还是你根本不是照片里那样？被你猜到了，我不丑，但我确实不是你想的那种自信爆棚的人。我不太喜欢面对镜头，是因为每次看到屏幕里的自己都觉得不够好。所以你一直拒绝我，是因为你自卑？可能吧。我总觉得文字里的我比镜头的我更完整。我怕你一看到我，就会发现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你傻不傻？我又不是要找完美的男朋友，我只是想看看每天跟我说话的人长什么样子。不过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更相信你是真的了。骗子的剧本确实不会写这么多内心戏，但这句话是顾言之写的，他把他的心思摸得太透了，透到让人后背发凉。你的那照片总可以发一张吧，限你10分钟之内。这件衬衫我也有同款，我们是不是太默契了？是，
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忙吧，什么时候项目结束了，第一时间跟我说。一言为定。不是身体累，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扮演别人的疲惫。每个字都要斟酌，每个反应都要计算，这样的日子才过了1个星期，就感觉已经过了很久。解决了。你怎么知道示弱有用？因为周林的心结不是信任别人，是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值得被认真对待，比一个完美的网恋对象更能让他放下戒心。你比心理医生还懂他。沈，不是觉得我太冷血了？公事，情绪。我12岁就认识他了，那时候他刚被我父亲领回家，8岁，瘦得像只病猫。她是我妹妹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演得比我累多了。晚安。什么？周林的室友许念约你吃饭。许念约我？我什么时候跟他？你没有，是他主动找的我。他通过会所那边拿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很礼貌地问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，理由是上次在医院没说上几句话，想认识一下。他为什么会想认识我？因为他觉得你不对劲，他盯了一整个下午茶，应该不东西。这次请你吃饭，名义是交朋友，实际是替周林摸底。那我该不该去？必须去，去了他至少摸不到虚实，不去就等于坐实了他的怀疑。上车。什么？给你的。许念订的是外滩的法餐厅，你不能穿着学校门口的针织衫去。你怎么知道我迟马？目测。我偶尔住的，今晚借你换衣服。合适。沈露，又见面了。许小姐，小沈在海城大学读什么专业？金融，大2。金融好啊，喜欢海城吗？还行，就是夏天太长了。确实，平时有什么爱好？读书、跑步。顾总平时工作很忙吧？能抽出时间跟小沈约会，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。我什么时候跟人一般过？说真，跟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你想象的是什么样？会是个更张扬的姑娘。毕竟顾总身边从不缺那种类型的。张扬的人不需要另一个张扬的人，互补才舒服。说得好。不好意思，去趟洗手间。你觉得他看出什么了吗？看出了一半。哪一半？看出来我对你是真的上心。没看出来，你这是在工作。顾衍之，你这么说很容易让人误会。误会什么？误会你喜欢我。小沈，今天聊得很开心，下次我们单独约，不带顾总。好啊，最好不要。等一下。许念今天问的那些问题，不是随便问的。
他已经在帮周林整理你的背景资料了。我知道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周林发现了真相，最恨的人可能不是你，是许念，因为许念帮他查了这么久，什么都没查到。你觉得我会连累许念？我觉得你会替他难受。你就是这样的人。顾衍之，你今天在饭桌上那句是剧本里的，还是你自己的？你不是最会察言观色？自己判断。我知道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你哥对沈露是认真的，但沈露那个人，他的背景太干净了，干净的像被谁擦过。沈露小姐，不是演。没事。沈露，一开始确实是合约，但现在不是了，你不会感觉不到。周林已经很久没有提退婚这2个字了，他找林深不再是为了任务，是习惯了。差不多到时候了。什么到时候？退婚的时候。过2天我妈办家宴，我带你参加。你打算怎么退？直接跟所有人摊牌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跟周玲的婚约取消，责任在我，不在他。你要我当着你们顾家所有人的面演你的女朋友？不是演。什么？沈露，一开始确实是合约，但现在不是了，你不会感觉不到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从来不说不确定的事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来在外面？你不是也这么晚？我是在赚钱。我是在等你。你上次说骑车来上班的时候手冷。顾衍之，你是不是对所有员工都这么好？就你一个。合约结束之后呢？那就不是员工了，是做我女朋友的时候。怎么了？许念看见了，他一直在查我，现在他看到我们在一起，肯定会告诉周林。让他告诉。可是周林还没……我说了，退婚是下周的事，提前1-2天让他知道，不碍事。碍我的事？他会恨我。顾衍之，我扮演林深哄了他几个月，我用了那么多心思让他相信我，现在他要知道了，他最信任林深跟他最讨厌的女人是同一个人。沈露，你听好，如果周林知道了会恨谁，那是我，不是你。是他要顾你，是我想利用。从头到尾我们都把你夹在了中间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。下周6，家宴过后，一切就结束了。结束之后呢？结束之后，就是开始。
紧张？还行。这不是一个家，这是一座装修讲究的私人博物馆。记住，今晚上你说的每一句话只有一个目的，让周林知道林深不会再出现了。你确定这样对他更好？我确定，周林需要从林深那里毕业，他自己不会主动走，只能我们推他一把。胭脂来了呀，这位是沈露，我女朋友。哟，这可是新闻，胭脂居然带姑娘回家了，我得赶紧告诉你妈去。他在告状，让他告。走吧，正式一点。奶奶，我女朋友沈露，海城大学金融系的，今年大2。女朋友？你是不是没忘一件事？二叔，今天我就是来谈这件事的。我跟周林的婚约取消。哥，这个决定是我一个人的，跟周林没有任何关系，是我先喜欢上了别人。如果要说有错，错都在我，不用跟周家交代。周家要的是合作，不是婚约。顾氏的股东也不会因为我不娶妹妹就撤资。琳琳，你过来，你跟奶奶说，你想不想嫁给你哥？不想，我不喜欢安排。我跟他说好了，自己决定一次。夜里他对林深说的话，他终于做到。你是谁？在这个家里，我就像一个外人。沈小姐，听说你是学金融的？是，金融系大2，海城大学金融系，分数不低。你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工作狂侄儿？他这个人谈恋爱跟谈并购案没什么区别，我看着他长大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姑姑，适可而止。好好好。能跟你说几句话吗？我哥说你是他喜欢的人，他以前从来没说过这种话。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他选的人，那就请你对他好一点。周林，你还记得林深吗？你怎么知道林深？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林深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，你会原谅他吗？我不知道。周林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他怕我离开。他在害怕。什么？害怕林深消失。对他来说，林深不只是一个人，林深是他第一次鼓起勇气去选择的，不是被安排的婚约，不是被安排的学校，不是被安排的朋友，是他自己找的。他怕这个人也是假的。顾衍之，我好像没有办法讨厌他了。我一开始只觉得她是温室里的大小姐，不知好歹，可是现在我知道她只是太缺爱了。我知道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对，所以我才告诉你，这件事里没有周人是坏人，他不是，我不是。那谁是坏人？
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不是，我是真的。顾衍之，你别开玩笑。我看起来像在开玩笑。合约还没结束，那就等它结束。结束后呢？你就不再是林深了，你只是沈露，我也只是顾衍之。沈露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对了，今晚结束之后，给林深发最后一条消息。什么内容？告诉他你要出国了，以后可能不常联系，好好生活。他会难过的。会，但总要难过的。有些人的存在，就是为了被怀念的。今天家里来了好多人，好累。不想。消息发了吗？没有。你在等什么？顾衍之，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？什么方式？不删林深，告诉周林真相。你想好了吗？没有，但是我觉得他宁愿被真相刺伤，也不愿意被消失。被人消失的感觉，比被背叛还要糟糕。你之前跟我说，他最怕的不是退婚，是不被在乎。林深如果就这么林深不在乎他，但如果他知道了真相，知道是一个收了他钱的人在假扮林深的过程中真的心疼他了，他至少知道自己的感情不是单向的。有可能，但恨也是一种在乎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在拿你的尾款冒险。我知道。你爸的治疗费。还有别的办法，你孕妇的10万还没花完，我再打2份工也行。但是顾衍之，我不想再骗周玲了。这几个月他把我当林深的时候说的那些话，每一句都是真的。他连自己最丢脸的事都告诉我。如果林深就这么消失了，他就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了。沈露，你真是我见过的最不按剧本走的人。所以按你说的做。谢谢。周玲，林深不会出国。林深不是麻省理工毕业的，不是26岁，不是创业青，不是一个男人。他的真名叫沈露，他是你哥的女朋友，也是你花钱雇来假扮林深的那个人。你第一次找他的时候，他只想赚你的5万块钱，但后来不一样了。你发给林深的每一条消息他都看了，你然后他是真的在心疼你。你问他会不会觉得你很烦的时候，他的不会是真的。至少不是沉默，至少不是礼貌的，我知道了。至少他没有装，他骂人了，说明他在乎。你那个我在，我看到了，一直没回你，是想等自己想清楚了再说。你想清楚了什么？想清楚了，你确实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骗子，你连编个谎话都不会。你要是真的从头骗到尾，我反而好受。我可以说自己遇人不淑，被一个职业骗子坑了，可你偏偏要告诉我你是真的在心疼我，你让我怎么恨你？你告诉我怎么恨你？我花了1个星期说服自己恨你，但我做不到，因为我把林深当成了最懂我的人。他说对了，他就是沈露，唯一不同的只是……周玲，先别说话，让我说完。我准备了7天的稿子，你打断我就忘词儿了。
我跟林深说过，我说我从小在顾家长大，看起来什么都不是我的。我说我想自己决定一次。林深说，你说的不是林深说的，你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那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，我做得很好。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过，不是顾家那些叔叔婶婶，不是我哥，不是学校里那些同学，是你，是收了我钱来骗我的人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所以我想清楚了，我不要恨你，我要你给我当一辈子朋友。什么？你听到的，你欠我的不是5万块钱，那点钱我才不在乎，你欠我的是一场真诚。林深消失，沈露赔给我，不能退货。你这个要求比骂我还狠。那是，我们顾家的人从来不亏本。那我哥那关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你哥是我那边的，他现在是我这边的。沈露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是喜欢。你要是不喜欢，你会不会直接说不？你这个人说话的习惯，我可是研究了你好几个月的。12月了，海城的冬天终于有了些冷息，但今年好像没那么冷。许念都知道了，我把所有事儿都跟他说了。他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的人，比我还冤。我可不冤，我查了你那么久，什么都没查出来，这本身就是一个答案。一个普通女大学生不可能把背景清理得这么干净，唯一的解释是有人在替你清场，那个人是谁，不言自明。那你生气吗？生气，但不是气你，是气我自己。我一个学心理的，被你们2个耍得团团转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你换个立场看这件事，一个穷学生为了家里拼命赚钱，一个大小姐为了自由拼命造反，一个冷面总把棋盘都翻了。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精彩的毕业论文选题。这件不行，颜色太老气。这件也不行，版型太死板。进购物车，我去试试。不用试，我看一眼就知道你穿什么号。这个太贵了，你什么你？我爸这个月给我打了20万零活费，我一个要退婚的人，不需要攒嫁妆了。这钱不花在你身上，我会乱花在别的地方。这是第一次有人硬塞东西给我，不习惯，但是暖的。出来让我看看。就这件了，走，下一家。穿着。旧的针织衫直接扔了，那是我妈给我织的。谢谢你，周琳。谢什么？你是我用5万块钱和一个心碎换来的闺蜜，这投资我得让她回本。你的女朋友我先帮你打扮好了，正式约会敢让她不满意，你试试。顾先生到了。
你早到了。是你准时。等很久了吗？不久，反正也等了很久了。这个香煎银鳕鱼，配菜选芦笋。你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你以前不会点你真心想吃的东西，你会点最便宜的。可能是被你们顾家的人惯坏了。你妹上周带我去逛街，一件大衣4双鞋，说以后我的衣橱她要承包。我说太多了，她说你不要就扔掉。我说浪费，她说那你穿。我说不过她。她从小就这样，想对一个人好，塞东西。她是跟你学的吧？顾远之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问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你确定要听实话？确定。我翻开你和周林聊天记录的那个晚上，不是因为你说情话，你跟周林说的那些指定台词，一看就不是你的。是周林跟许念闹别扭的那次，周林跟你抱怨说许念不理解他，说在这个家没有人真的在乎他，然后你回了一段话。我说什么了？在不在乎不是用嘴说的。你爸每年过年给你留一碗饺子，你哥每天加班到凌晨，不会告诉你他累。你想被人发现，就先试着去发现别人。你怎么？因为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觉得，这个收钱扮演男人的穷学生，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懂周林，也比我更懂。我花了你的经济状况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学业，你的打工记录，我以为只要数据够多，就能算出你的动机。但是那一段话不在任何数据里。顾衍之，你听我说完。我第一次在豫园见到你本人的时候，你坐在我对面，手指敲桌子，装得很镇定，其实吓坏了。我说我要跟你签合约，你没有犹豫就答应了，但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我说我需要一个真心哄周林的人，你是为了那句话才签的字。这几个月，我看着你扮演林深，扮演我女朋友，扮演一个在豪门长辈面前落落大方的姑娘，每一个角色你都拼尽全力。但是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时候的你吗？你在我车上睡着的那次，我送你回学校，到宿舍楼下了你没醒。我在车里坐了很久，看着你睡着的样子，嘴巴微微张开，眉头终于松开了。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你不演任何人的样子。我那天没有睡着，因为醒着就要做审录，审录太累了。以后累了可以不演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沈路不需要扮演任何人，沈路站在那儿就够了，至少对我来说，够了。顾衍之，你就是个傻子。我知道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只跟我签合约，你从一开始就算好了。也算好了一部分，但我没算到你会跟周林坦白，那不在我的计划里，那完全是沈路自己的决定。这个决定让你多付了50万，因为我把尾款做没了。那我换个方式给你。什么方式？沈路，你不用扮演任何人了，但如果一定要演一个，就演顾衍之的女朋友，不限时长，不考虑续约。吗？这个案子可以例外。为什么？因为并购的原则是双方都要有利可图，而这个案子里，我图的是你。那我要带回去慢慢研究。慢慢研究，没关系。顾氏做并购案，向来有耐心。你每次吃饭都这么签？就这一次。你买一个就行了吧？一个是我带的，不一样的。哪里不一样？你那个是我让助理买的，我这个是我自己挑的。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大了，你这个果篮里放了火龙果，你爸血糖高不能吃。你什么时候查的我爸血糖？
你在豫园被周林堵在洗手间的时候，我没事干，让医院的朋友发了一份你爸的病历。你这个人真的……算了，我习惯了。爸妈，叔叔阿姨好，我叫顾衍之。哼，这小伙子比电视上好看。你去给人家倒杯水。妈，病房里没有纸杯了，我去护士站拿。那就下去买。顾先生，房地产的顾家的顾家的人。是，但我自己不做房地产，我做科技投资。我不管你做什么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我闺女欠了你多少钱？叔叔，她没欠我钱。那她身上多出来的那些钱是哪儿来的？她一个大学生，不可能付得起我全部的治疗费。我知道我闺女有本事，但她还没有那通天的本事。她的钱是干干净净赚的，她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，我是按市场价付的报酬。什么忙？我不能说，但是她救了我妹妹，我没夸张，是真的救了我妹妹。在这件事上，是我欠她。这是我家的地址，过年的时候有空来吃顿饭。一定。发生了什么？我错过了什么？小陆，这小伙子不错，比你上次说的那个林什么的靠谱多了。妈，我没跟你说过林。你半夜打电话跟你爸哭的时候，我听见了。什么林深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骗你，这些话我都听见了。你笑什么？我没笑。对了，那是生理反应。这个画面比他签过的任何合约都更像一份承诺，一份不需要签字的承诺。有个事儿。什么事？林深那个账号，我一直没有注销。为什么？周玲说的，她说你虽然是个最差劲的骗子，但你也是个最好的人。那个账号就当留个纪念。她还说，以后她要当我们的婚礼策划人。他……你怎么回答的？沈露，你那个不退货还在有效期吗？在。有效期多久？不是说了吗？不限时长，不考虑续约。顾衍之，你是从一开始就等着那一刻的吧？谁知道呢？我可不是等了一刻，我是等了一生。周玲说过，有些人的存在不是为了被怀念，而是为了留下来。